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Lucy， 专注分享实用的股票投资知识。今天是9月17日，市场复盘来了。特斯拉只因马斯克一个动作，股价暴涨1周，至今居高不下。而 CRWV 呢，更是拿下英伟达63亿美元的超级大单，股价再次起飞。但问题是，现在还能追吗？暴涨背后到底是机会还是陷阱？为什么大佬们疯狂买入？ Lucy 会从技术面带你一起拆解行情，看懂资金动向，把握市场节奏。如果你也想抓住下一波机会，记得点击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每一期干货视频你都不会错过。点赞关注，投资路上不迷路。我们马上开始喽。今天我们会从2个方面呢来去聊一下美股的一个行情。那第一个部分呢就是纳指的行情走势。那新一轮的一个结构9呢已经完美的一个形成。那这一轮到底是中继9还是高位9？我们只看这一个点。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去分析一下热点股票。那近期 Lucy 有跟踪特斯拉、CRWV、Circle 还有 HIMS。那如果说 Lucy 的分析是对你有帮助的，可以在评论区留言888，或者想让 Lucy 分析哪一只股票，也可以在下方留言，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接下来呢来看一下走势情况。那这张图表呢是纳指的日线走势图。那纳指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昨天的一个收盘之后呢，它是形成了最后的一个结构 TD9 的一个 K 线。那么在这个过程呢，其实9号 K 线它既是黄颜色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如果说不是我们的财生朋友没有这种黄色的提示的话，你会看到9号 K 线其实是一个阴线的一个走势。阴线呢，等于说它的一个高点呢是出现了一个高开低走的一个情况。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去分析它是不是中继9还是高位9的话，我们只有一个这个点位，就是说这个9号 K 线的一个低点的一个防守位，它会不会跌破？那它如果说这个今天的一个 K 线，如果说它出现回调，或者说它没有回调继续上涨，那我们只要去看9号 K 线的一个最低点就可以了。那么这是第一个我们去关注的一个点。那第二个点呢，就是大家会看到在这一轮的一个拉升过程中，其实连续2周的一个拉升的话，那只是不断刷新一个高点。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知道权重股它是有分节奏的一个拉升。比如说今天英伟达和苹果涨，那第二天呢就是特斯拉或者其他的一些股票上涨。那不管怎么样，现在呢是在这个权重股轮番拉升的一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7号、8号、9号 K 线呢，在这个过程7号和8号这个位置是有一个缺口没有被回补的。所以在这个点位，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缺口它如果说3天不被回补的话，也是一种信号，也是一种强势支撑的一个信号。所以在这个过程呢，我们要去看细节的一个处理的话，一个是9号 K 线的一个最低点，还有一个就是7号、8号这一个跳空缺口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形成了2道的一个这个防守的一个位置。那再看进攻位置呢，那等于说它如果说还能再去刷新高点的话，那我们就不必担心这样的一个位置它会被跌破了。所以说我们只要步步为营去看防守的一个位置就可以了。那好的一点是现在呢，因为它在不断的一个刷新高点的一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彩虹带呢现在是从这个收窄没有出现变字之后呢，它的一个3条线呢是放大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们知道呢，在随着技术分析的一个判断，股价拉升的一个过程呢，它会出现一个沿着趋势放大的一个走势。其实这给我们持仓呢是有一定的一个信心。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个财生的一个盘前广播里会跟大家讲，就是我们的一个仓位呢，你可以保持5成不变，那么剩下的5成呢，我们可以去灵活处理，就是这样的一个判断。那我们同样呢是从 MACD 这个地方呢要去给大家去看一下，就是近期呢上周 Lucy 的一个这个直播课里呢有给大家去讲，就是在这个过程我们不能判断它是一个顶背离，就是因为它还没有走完这2条线。也就是说近期其实 MACD 呢在指数当中的话，它的一个运行呢还是良好的，那它的一个绿柱呢还是不断的一个放大，也就是说它的一个指数呢是配合着 MACD 呢它有一个向上的一个力度，等于说呢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权重股它的一个源源不断的一个层出不穷的一个拉升，导致呢这个指数呢它是出现了一个新高。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防守位不跌破，我们还是可以继续持仓，继续拿着我们手里有价值的有低位的一些股票。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哪一些股票值得我们去低吸，哪一些股票呢是在一个低位我们可以拉长时间的去持有。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啊，现在呢这个比较热门的就是特斯拉这一只股票，因为特斯拉它在一个过程中 Lucy 呢是不断跟踪它的一个走势，那它从上个星期五到现在为止呢是走出了一个主升浪的一个空间，那我们这个空间呢就要给大家去好好解读一下了。首先呢，我们一直有在这一个过程中啊，机构成本线没有跌破的时候，不管是盘前广播也好，还是我们的一个视频里也好，那我都有给大家去讲解特斯拉它的一个节奏。那我们的一个高点呢不断被刷新，从而呢在这个过程中，上个星期五呢是有突破了平台位，这一系列的过程，我们每一个盘前广播都有给大家去写这个节奏。那当然呢，它在这一个过程中的一个缺口没有回补呢，我们也抓住了机会。包括上一条视频呢 ，Lucy 有在这个位置呢去做了 TSLL 的一个 call option， 所以在这个过程呢，其实它的一个拉升呢就尽在我们的一个掌握中。那后续呢，其实它的一个高点，大家知道这一条线的一个位置呢是421元，也就是我之前给大家画的一个颈线位，所以它现在是股价呢会在421下边这一条这个平台位的这条线呢是365的一个空间，也就是说会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运行。但是大家看到了421和365它的一个差距是不小的，大概有60元的一个空间，所以在这个过程呢，我们要小心处理特斯拉它所出现的7号和8号的一个 K 线。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在7号 K 线呢，它是出现了一个高开低走的一个走势。那我在我的一个盘前广播呢，也给大家去写到了这个高开低走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高抛的一个点位，所以它出现的一个地方，在这个位置开盘呢，就是一个一步到位的一个动作。所以421呢，其实如果说你有按照 Lucy 的一个盘前广播去操作的话，你是可以在这一轮的一个拉升过程中抛在最高点。所以说啊，接下来的一个特斯拉的一个走势呢，才是关键的。当我们看到了这一个筹码峰，相信财生们已经很熟悉了。机构的一个成本呢，基本上都是在300元到350元附近的一个埋伏，等于说他们的一个成本呢是在这个区间。也就是说，股价的话，它现在呢，等于说所有的一个机构呢，它都是赚钱的。那在这个过程中，它就不会出现这个赚钱之后呢不离场。其实我们看到筹码峰它并没有变短，而且在这个过程呢，进来的一个资金呢也比较少。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呢，其实它的一个这个回调呢就不会太大，因为它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它在回调的话，等于说这些机构它就没有钱赚了。所以呢，我们的一个防守位，我又给大家去写啊，就是以这个7号 K 线的一个最低点402.43这个位置呢去做一个防守。如果说它不跌破它的一个位置呢，等于说3天之内它不跌破它的位置，包括这个缺口呢也不会被回补的话，其实呢400元附近就是我们的一个上车的点。那这个呢是对特斯拉的一个分析。当然咱们财生朋友可能会觉得这个彩虹带呢对于我们来说是不是离得有点远，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们可以通过股价与这个彩虹带的一个边界的一个相互拉扯呢，去验证这个特斯拉它的一个低吸的一个点位到底在哪里。所以呢，我们的一个防守的位置呢，先定在402元这个位置。如果说它跌破了，我们就要再等一等。那如果不能跌破的话，其实呢，低吸的一个位置的话，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是对特斯拉的一个分析。当然，我们可以从这个 MACD 呢，也能佐证我们的一个观点。也就是说，特斯拉它在这一轮的话，它的一个拉升的一个幅度，包括它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推动的一个力度，都是很强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的一个盘前广播，有给大家去写到，就是昨天的一个开盘呢是在这个目标位的一个上方，我已经给大家写过了421。那高开低走是可以确定的一个结果，所以说下半场出现回落就是一根假阴线。那股价呢，相较于彩虹带是有修复作用的。所以说我说，如果颈线位421在2天内不能顺利突破的话，那横盘震荡或者股价出回调就是大概率的一个事件。所以股价呢能回调，就是我们再次上车的一个机会。那可以关注7号 K 线402.43缺口处的一个防守，不被跌破算是强势的体现。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呢盘前广播已经用文字给大家去写到了，包括我们的一个财生朋友呢，也在这个过程中呢配置自己的一个特斯拉的一个仓位，包括说啊想做一些短线的一个操作的话 ，TSLL 也会给到一些机会。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特斯拉的话就只关注它在这个过程中区间的一个变化就可以了。等于说特斯拉呢，它如果说再见400元以下的话，算是一个机会的一个体现。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 Circle 的日线走势图。那 Circle 在这一轮的一个反弹的一个过程中，其实它的一个表现呢还是很强劲的。大家可以看到，我在这一个大阳线这个位置呢是画了3个价位，等于说咱们知道 Lucy 的一个单阳不破的一个战法的一个这个过程中呢，是可以知道这3个价位是如何标出来的。那我们的一个财生朋友呢，会根据这样的一个3个价位呢，去进行一个交易。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的一个信心是来源于我们龙头引力资金聚宝盆的一个体现。所以在这个过程呢，我们只要知道现在当下这个 K 线如何去处理，包括它的一个空方带如何去解读，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等于说我们现在等到了它的一个彩虹带的一个末端，也就是说未来我们会判断它现在会出现一个变子。所以在这个过程呢，其实这个小仓位去参与一下 Circle 的一个这个技术分析是可以交易到机会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如果说不跌破 124.89 这个位置，这一天大家知道它的一个涨幅呢，从这个零轴到高点的话，收盘是有 8% 左右的一个收益，而且第二天出现冲高的话，也会有 5% 的一个收益，等于说2天加起来会有 13% 的一个空间。如果你是看了 Lucy 的一个视频，包括看了盘前广播的话，即使你没抓到这个大阳线的 17%， 后续的2根黄 K 13%， 你也可以尽收囊中。所以在这个过程，其实我们对于 Circle， 那我看到有粉丝朋友说 Circle 这个基本面或者说它的一个消息面并不是太理想，但是我们不去看机构说了什么，我只看机构做了什么。只要有机构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交易的机会， Lucy 不会放过的一个交易机会。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既然有资金，聪明的资金来去交易，另外呢，它还有我们的 MACD 向上的一个力度，而且它出现了一个大阳定龙头的一个走势。所以在这个过程，我们为什么不去交易它的一个空间？接下来呢 Circle 它的一个位置呢，我们就要等到它的一个变子。如果说你错过了前面的这个空间的话，那大家呢就要等待它的一个机会，毕竟昨天出现了冲高回落的一个阴线。所以说啊，它的这个阴线如果说跌破了黄 K 的话，那其实呢不是追高的一个点，但是好在我们的一个单阳不破，如果说好在我们的124块8毛9这个位置不跌破的话，其实它还有交易的一个机会。我在我的一个盘前广播里有给大家去写到，我说昨天回调呢，看9月11号的一个阳线，就是这根阳线的一个防守位，那分别是大阳线的一个腰部还有底部这2个价位。那腰部没有跌破，可以用单阳不破的战法进场，那做右侧的一个交易，但是还在彩虹带的一个空方区间，所以仓位和交易上可以灵活处理。昨天呢收盘也是有日内 8% 的一个涨幅，也就是说这一根 K 线，如果说我们在做 Circle 的一个交易的话，其实 Lucy 想提醒大家，我们是可以喜欢短线的朋友呢是可以去操作的，你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去选一个低点去参与。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是以这个彩虹带的一个中轴，包括它的一个变子，另外还有我们的一个龙头引力呢，去做一个这个支撑。这个新订阅的朋友，你还没有看到我的一个盘前广播，那我的一个盘前广播呢是给我们财生频道的朋友去观看，大家呢会看到我会写一些这个近期跟踪的一些股票，还有一些交易思路参考价位。如果说你是新订阅的粉丝朋友，那 Lucy 呢会送给你整整15天的一个广播体验期。那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你还没有拿到我的一个独家资讯的话，赶紧去找助教老师领取。那另外呢，本周啊，我们的一个团队的老师们，包括 Lucy 呢，也会给大家准备了量能解密关于这个技术分析的一个课程。那明天呢，主力操盘周期亮起风云啊，9月18号这个课程呢，就是由 Lucy 去讲解的。那么这个过程呢，会给大家去讲到量价的一个配合。那如果说想要去学习这个技术分析，像 Lucy 一样能看懂行情的一个走势的朋友们，那你报名的方式呢，就是戳下方置顶链接，找到 Lucy 的一个助教老师，给他发送口令，口令是15，也就是15天体验期这样的一个口令给他，他就会把课程的链接，包括盘前的这个频道发给大家。那这样的一个大礼包呢，就赶紧去领取。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近期我呢还跟踪了 CRWV 的一个走势，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吃到了它这一段的一个
涨幅拉升。所以说呢，对于它的一个跟踪，其实我们的一个底气非常足。其实我们跟踪这只股票，它的一个上涨的一个来源呢，就是因为龙头引力，这里面资金的一个流入，聪明资金的一个流入，它对于股价的一个作用率还是蛮大的。那我们粉丝朋友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看到了很多朋友呢，在这一只股票上是吃到肉的。所以说接下来呢，就希望说还能在它的一个多方带呢起到更好的一个作用。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说日线出现聚宝盆的话，它的一个上涨的一个时间和空间都会相对来说变大。那我们来分析一下当下的一个位置呢，它已经从4号 K 线到7号 K 线连续出现了4根阴线，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呢，其实交易难度是比较大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Lucy 也给大家去点几个位置，等于说我们的一个彩虹带已经出现变质了，那它就是说由这个空方已经转回多方的一个区间。那我们刚刚说了，它拿到了英伟达的一个63亿美元的一个大单，对于这一家公司来说的话，相对来说是一个利好的一个存在。也就是说，它在这个过程中呢，是公司它拿到的一个订单，包括它拿到一些这个高端的一些算力芯片，会给到它的一个公司业务非常大的一个支持。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知道资金为什么会选择这一只股票，它是有原因的。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看到了资金已经提前在这一个区间埋伏了，那等于说它的一个拉升呢是有底气的。所以 MACD 给到我们看到的一个这个位置呢，快线是穿过零轴，而且呢它的一个力度还是蛮大的。所以接下来只要它的一个这个股价，它只要靠近我们的一个彩虹带的一个上边界，那就是我们可以低吸的一个机会。那我们现在看到它是一个现在到了一个结构期，每天出现一个冲高回落是很难把握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 Lucy 对于说出阴线的话，我们可以买阳不买阴。它如果说出现回踩在这个位置，我们要等一个止跌信号就可以去参与了。那高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一轮的一个反弹目标呢，在这个123.7块，等于说124这个位置呢，震荡了有大概5天的一个时间也就1周。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它想要突破61.8，然后呢，在这个向上的话，其实它的一个高点压力位呢，也在这一个1号 K 线的一个顶点，也就是说133的一个位置。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它如果说上行的一个空间，要么它赶紧突破133，那我们就确定说这个趋势线包括彩虹带给到它的一个支撑。那如果不是的话，因为它是一个阴线，我们要等它的一个阳线的一个确认。所以说呢，其实 CRWV 的话，现在一个位置呢，我们要等资金的一个选择。如果说资金给到这个 K 线向上的一个阳线的一个拉升，等于说这是一个止跌信号去参与，不然的话，我们一定要等到这个彩虹边界的一个位置，你的一个成本会相对来说低一些。那这个呢，就是近期呢对于 CRWV 的一个分析。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 HIMS。那这只股票呢，其实也是来源于我们的一个聚宝盆，等于说它在这个过程中，昨天的一个调整呢，其实它调整幅度比较大。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大家仔细去看一下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呢，它的一个回调的一个幅度，昨天回踩的还是比较深的。那在这个地方呢，最终它收盘呢是收在了我们的一个趋势线的一个上方。那等于说在这个地方呢，它虽然没有出现止跌信号，但是呢，它有一个影线的一个位置呢，它的盘中是来到过我们的一个机构成本线和彩虹带的一个上方。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大家也不用担心，如果你在这个前期呢有看到我的一个视频分析的话，就知道我们是要等它的一个回踩的一个动作的。那现在我们的一个防守位呢，就要去看一下它的一个共振点，等于说在这个过程中，它是一个单阳不破，也就是说这一根阳线的话，对于它的一个支撑来说呢，是相当有意义的。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根阳线，它的一个低点呢，也比较接近于这条线，等于说它在这个位置是一个共振。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共振点呢与这个彩虹带的一个边界是重合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可以把48块2毛9呢作为它的一个防守位，跌破呢我们就暂时先出来。如果说没有跌破的话，其实 HIMS 的话，在这个地方它已经出现了2条线穿过零轴的一个动作，也就是说我们逢低去低吸才是我们的一个策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只要把防守位定在这个位置，它出现阳线才是我们的一个低吸的点，后续
续它的一个时间和空间呢，我们都要拉长的去看。这就是对 HIMS 的这只股票的一个分析。所以说呢，我们的一个交易计划，包括咱们有这只股票的财生们或者是粉丝朋友们，可以去按照我的一个标准呢共振去参与的。咱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喽，拜拜。